Hello， 今天来跟你们分享我5月的 Monthly Favorites。这影片会跟你们分享我5月的爱用物，然后我第一次豪华露营的心得感想，电视剧、书，还有一些食谱。台湾现在疫情好像比上个月好一些，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打到疫苗，这样子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了。那现在在等待的期间，还是尽量待在家里，小心一点。那我希望我上个月跟你们分享的东西，有让你们在家里有点事做。那这个月会跟你们分享的，会让你们在家里更多事情做。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我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喜欢的运动上衣、裤子，还有运动影片。最近我开始每个礼拜运动大概6次左右，然后星期天是我的休息日。1、3、5我通常会做 JC Nana 的腹肌运动，那个大概15分钟。然后2、4我会选择做 Heather Robinson 的 HIIT 运动，那我会选大概20到30分钟的运动。然后星期六我会跟我朋友视讯，那我们会做瑜伽伸展的运动。我觉得 JC Nana 的腹肌运动真的蛮有效的，这是我1个月的 Before After 的成果。我最主要那么常运动原因是因为我想要肌肉更扎实一点，然后我也很喜欢那种运动完满身大汗的感觉非常的舒压。那我最喜欢的运动上衣裤子其实有几件，可是我最常穿的应该是这一件 Amazon 的上衣，它是那种有一点 muted 的紫色，然后还有这件 Beyond Yoga 的裤子，这是有点墨绿色的颜色。那我觉得 Amazon 这件衣服穿起来很显出身体的曲线，而且因为它有薄薄的胸垫，所以小胸部穿起来也很好看。然后这件裤子材质真的非常的软，然后又是高腰，而且也有口袋，真的很好穿。有时候我也是就一整天都穿着它。5月的时候我有去露营，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露营，但是一个豪华露营，就是 glamping。然后我是去 Mendocino， 我觉得 Mendocino 真的是超级美。其实在疫情爆发前，我很少去探索加州其他的地方，然后我最近发现加州真的很美。我很推去 Mendocino， 只是就是要开一段路程。那我是从 Mountain View 开始开的，那个开过去大概总共的路程要4个小时左右，所以我们有先在 SF 停下来休息，吃个午餐，然后再继续开3个小时。其实它最后一段路都是山路，所以还蛮弯弯曲曲的，那个大概要开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我们是周日到周2的行程，我们最主要的行程就是 enjoy 大自然，然后有很多吃的行程，包括吃我最爱的韩国泡面。我们就在他们的 campsite 用他们的火煮了2碗的泡面，然后我订了1颗米其林餐厅，然后在那边吃了一个午餐，那边的景色真的是超级美。然后后来我们有去一个酒庄，然后最后一餐是在 SF 的一家 omakase 吃了。我在我 Instagram 上其实有发一个短片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之后还会再分享另外一个短片，就是参观帐篷啊，还有这个 glamping 的设施。那我现在回想的话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应该还是会平日去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少人。但是我不会礼拜1、礼拜2去，因为它 Mendocino 旁边有一个小镇，他们礼拜1、礼拜2是公休，所以很多餐厅其实都没有开。你们知道之前去欧洲玩的时候，飞机上会给你们 snack， 是那种饼干，红色包装的，牌子是 Biscoff。它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吃起来很香，然后配咖啡和配茶很好吃。我最近在 Costco 发现他们有卖他们的冰棒，我觉得这个超好吃。它有一点 Häagen-Dazs 的冰棒的感觉，它外面一层有那个饼干的碎片，然后再来一层焦糖饼干，然后它的冰淇淋口味是焦糖饼干口味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你们旁边有 Costco 的话，赶快去买一个。我这个月要跟你们分享2个电视剧，都是 Netflix 上的影集。第一个叫做 The Witcher 猎魔士，它是从小说改编的一个电视剧，它也被改编成电玩游戏过。那
那男主是之前演超人 Superman 的，我觉得他还蛮帅的。这个剧情就在叙述3个人的故事。第一个是 The Witcher Geralt of Rivia 的故事，第二个是拥有强大能力的女巫叫做 Yennefer 的故事，那最后是一个拥有神秘力量的公主 Ciri 的故事。那这故事就在讲他们3个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，他们尽他们所有的能力试着存活下来，然后他们各背负着任务还有命运，拯救即将被恶势力掌控的世界，还有找到自己的地位。那我觉得这故事它的 timeline 有一点点的 confusing， 我在下面会跟你们分享一个文章，它会解释这个时间线。我第二个要跟你们分享的电视剧是一个韩剧，叫做 Law School。我觉得我应该是疫情开始后，也是去年的时候开始很喜欢追韩剧的。那这故事在叙述韩国大学法学院内发生了一个教授凶杀案。那曾担任检察官的刑法教授也是我们的男主，他被列为头号嫌疑犯。那经过一串联的调查后，发现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那这影集就在讲这个教授还有他学生要如何揭发真凶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5月看了2本悬疑书，想跟你们分享。第一本叫做 Have You Seen Me， 他在叙述女主角 Ellie， 她像平常一样去上班，但到了公司后，她的老板却说：“你怎么会来上班？你已经5年没在这边上班过了。”然后她就回到家，然后发现她2天没有回到家了，但她什么都不记得。所以这故事就在叙述她要怎么想起这2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就有一串的事情发生，很好看。第2本书叫做 The Last Mrs. Parrish， 我觉得这本书比较没有那么好看，因为我很早就预料到结局，而且我觉得作者写出那种书中的情节转折有一点点的早。那这故事在讲女主角 Amber， 她试着用不同的手段介入一对黄金伴侣的感情，就为了拿到她觉得她应得的财富。那这故事就在叙述这个过程，还有终点跟她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这个月要跟你们分享3个食谱。我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凤梨糖醋排骨的食谱，是一个气炸锅食谱。那时候是因为我有太多凤梨，所以我想找一个咸的食谱把凤梨煮掉。这个很简单，食材只需要蒜、洋葱、排骨还有凤梨。那先用料酒、酱油、糖和白胡椒腌一下排骨，大概30分钟左右。再把腌好的排骨沾上蛋液，然后平均的沾了1层太白粉，喷一些油去气炸。酱料的部分就是用番茄酱、糖、酱油还有白醋。等到气炸好后，炒香蒜和洋葱，再把排骨放进去，还有凤梨，然后淋上酱料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我觉得这个酸酸甜甜的非常的下饭，很好吃。我第2个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美酒食谱。我之前在 Instagram 上有发一个制作过程的短片，还有发一个试喝心得的贴文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是参考 Just One Cookbook 的食谱，还有索瑞克浅制美酒的食谱。这个过程大概要1个月左右，但是我觉得过程很好玩，而且我觉得成果也很好喝。那我做2种口味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日本烧酒的味道，因为我觉得喝起来跟秋雅那个牌子很类似，甜甜的。那我另外一个是做日本清酒的味道，那个喝起来就是大人的味道，因为它酒味比较重。那2个单喝都有美酒的香气，然后我觉得搭配上气泡酒就很解热，还蛮好喝的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最后想要跟你们分享的食谱是一个巧克力饼干的食谱，需要花了2天的时间。它是 Alvin 的食谱。那我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吃巧克力饼干，但是这巧克力饼干真的还蛮好吃的。我当初会做的是想要做给我侄女们吃，因为她们很喜欢吃巧克力饼干。这个食谱需要花到2天的时间，因为它需要放在冰箱里大概36个小时。它要让那个饼干面团跟其他的料让它更加融入一点点，而且这饼干颜色会比平常我们看到的更加深一点。我觉得这饼干最好吃是里面的 Toffee 太妃糖，因为我觉得它加了另一层的风味。然后如果你们要做的话，会发现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的 butter 还有糖。如果给别人吃就不要跟他们讲就好了。
以上就是5月的 Monthly Favorites， 我会把所有讲过的东西连接在下面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